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王一博，这内娱你还回吗？他已带着野心飞出娱乐圈的玻璃缸。在这个热闹而浮躁的娱乐圈，每年都有无数新星崛起，又有无数顶流被遗忘。而就在流量时代持续上演新陈代谢的同时，有一个名字却在悄然隐身的过程中愈发沉稳、立体、不可忽视。他就是王一博。当许多人还在问王一博去哪儿了，怎么好像不混娱乐圈了？其实他从未真正消失，只是选择了远离喧嚣，以另一种姿态，在更广阔的世界里重新定义明星二字的分量。从流量偶像到世界探险者。2025年6月，王一博出现在美国内华达州红石峡谷。这一次，他不是来拍 MV， 也不是来出席活动，而是为了完成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极限挑战——徒手攀岩。他花了整整12小时，攀上了相当于9层楼高的岩壁。烈日之下，汗水与岩石交织，完全没有剧本和安排，只有人与自然之间最原始的较量。紧接着，仅过了几天，7月8日凌晨，王一博又现身法国巴黎高定时装周。作为 Chanel 全球品牌形象大使，他以优雅又克制的姿态出现在国际媒体的镜头中。再到7月10日，他又马不停蹄地回国，现身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开幕式现场，成为唯一一位受邀出席的青年演员代表。他与新晋白玉兰事后送家并肩而坐，西装革履，神情稳重，俨然一位文化外交的青年形象大使。1周之内，从红石峡谷到巴黎，再回到中国外交场合，王一博的行程如同一条干净利落的折线，横跨山海与城市，打破娱乐圈惯常轨迹，展现出一种罕见的自由和深度。探索心境，他为真实而活。在纪录片《探索心境》中，王一博不是在扮演探险者，而是以赤诚之心投身于每一次挑战。他曾在青藏高原的冰湖中潜水，湖水如碎冰刺骨，他毫不犹豫地跃入水中。他曾在热带雨林里追踪猿猴，如同原始丛林的观察者，与大自然保持最本真的对话。他还挑战了万米深渊的极限锁降，不断在身体和心理的边界中寻求自我突破。这些冒险并不带有任何造星性质，他不是为了上热搜、蹭 IP、出圈热度，而是在以肉身丈量世界，以亲身经历感知生命的厚度。或许也正因如此，这部纪录片获得了第46届 Telly Awards 纪录片类金奖。这一被誉为美国电视界奥斯卡的奖项，不只是对影片制作的认可，更是对王一博真参与、真体验、真表达态度的肯定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探索频道40周年的纪念短片中，探索心境和王一博成为了唯一亮相的华人节目与面孔。这份国际级的认可，让他在更大范围内被视为文化与勇气的象征。不再靠流量活，而是靠热爱奔跑。很多人记住王一博是从《陈情令》开始的，那个冷若冰霜的蓝忘机，将他推向顶流之位，一时间，广告、代言、热搜、舞台接踵而至。但与许多流量艺人一味乘热打铁的做法不同，王一博却始终保持节奏。他不常出席综艺，也极少参与娱乐炒作，不打感情牌，不蹭八卦热点。他宁可将镜头让给作品，将热度让给角色，也不愿让自己陷入无尽的曝光疲劳。他不擅长煽情，不热衷社交媒体，即使被捧上顶峰，他也从不让顶流这顶帽子束缚自己的选择。而他的演艺作品也在逐步摆脱偶像滤镜的限制。无名中，他饰演的叶秘书心机深沉，情感复杂，
是一个让观众真假难辨的角色热烈中，他则化身为一名执着而倔强的街舞青年，将热血与生活的边缘感演绎得淋漓尽致。每一个角色都在打破王一博这3个字的原有认知。他用行动证明自己不仅能跳舞，能赛车，也能演戏，能表达，更能思考和行动。4. 不迎合，不装模作样，是他最大的标签。娱乐圈最容易让人变得圆滑，为了争资源、抢热度、稳人设，不少艺人习惯性的营业自己。但王一博的身上似乎从来没有这种套路。他不爱说场面话，不喜欢虚头巴脑的捧杀，该安静时就安静，该沉默时就沉默。他不会因为镜头需要而强作热情，也不会为了迎合大众而违心发言。他不是不会社交，而是不愿在不喜欢的场域消耗能量。他从来不打造完美人设，也从不试图将自己雕刻成大家期待的样子。他更像一汪清澈的水，安静、坚定、自洽。在名利面前，他没有被裹挟，而是选择放下。这不是逃避，而是对自我欲望的清醒认知，知道什么重要，知道什么只是表象。这种清醒，在充满诱惑和浮躁的娱乐圈里尤其珍贵。5. 淡泊不是退让，而是向更高的山奔跑。放下2个字，看似简单，却是许多人一生难悟的道理。有人为了热度抛弃作品质感，有人为了番位甘愿吞下无数违心的妥协，有人为了所谓的安全感把自己困在舒适区，不敢迈出一步。而王一博却选择不断向前，走进更复杂的剧组，走向更陌生的自然世界。他说，喜欢就去做，坚持就会更强。他用自己的方式告诉大家，热爱是比流量更强大的驱动力。据悉，探索心境2已在筹备中。这一次，他将与奥斯卡级纪录片导演团队合作，带来更震撼、更高规格的全新内容。这意味着王一博仍然在探索的路上狂奔，仍在不断刷新自我。未来的他将带着更厚重的阅历、更成熟的理解、更宽阔的视野回到大众面前。但那个时候的内娱或许真的已经装不下他日益膨胀的野心和格局了。结语不再只是红人，而是真正的活人。王一博的特别之处，不只是他演的了戏、跳的了舞、开的了赛车，而是他不愿被红定义，更希望以真实的自己在世界留下痕迹。他正在重新定义一个明星该有的样子，不是被围观的符号，而是主动表达的个体。与其说他离开了内娱，不如说他脱离了名利的困局，飞出了玻璃缸，走向了更真实、更自由的广阔天地。在他的身上，我们看到了一种可能：明星不一定要活成光鲜泡沫，也可以是一棵树，向下扎根，向上生长。那么，你觉得王一博还会回内娱吗？或许他早就不需要回，因为他正走得越来越远，越来越稳。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，让我们一起见证王一博这场不一样的远行。